醒！你醒醒啊，夫人！我求了半辈子，却救不了你。老六啊，老六，我和韩香平日里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什么你冲我来呀，老六！大六娘，那个便是。他明明是个人。这老六是医馆的仆从，在这里10几年了，向来老实。方才突然就发了疯，拿着菜刀乱砍人，将医馆的女主人给砍死了。若不是官差赶来，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呢。这老六啊，平时见人杀鸡都绕道走，这突然疯魔，不会是妖物上身了吧？妖怪吃人了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，让开！吃人！捉妖真的好忙啊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！妖怪吃人了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！妖怪在哪儿？妖怪在后面，后面！大人，我儿今晚洞房画烛，这酒喝到半夜，刚送进洞房啊，就听见屋里一声惨叫。待我们寻过去的时候，这屋里只剩我儿，不见新娘子了。可曾见到妖怪？不曾。是谁掳走了新娘子？是妖！你想清楚再说，好叫官爷帮你寻回娘子啊！带我们去洞房。走过来，走。还看吗？八成又是谋财害命，嫁祸到妖的头上。恐怕是没这么简单，我倒想去看看。娘在呢啊！哎呦呦，疼啊！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您看这地上的血，啊，还有这窗户，这不是妖，那能是谁把个大活人给掳走了呀？是啊，这虎豹它也进不了城啊。没看到尸首之前，只能说是失踪。待我们细细勘察，才能最终定案。这血流了这么多，这人也活不了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得等我们勘察之后才能定案。是，哎，这金家这小子八字可真硬啊！2年前就娶过一个，哎，刚拜完堂没几天，这新娘子就不见了。那难不成也是被妖给吃了？就是啊，难道真被妖给吃了？不可能吧！走吧，破案了。快去看！那老两口都没看见新娘子是如何不见的，不去找人，便认定新娘子已死。这新郎官更是满大街的嚷嚷妖怪吃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官差过来问话，他们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答非所问，压根就不想去寻新娘子的下落。还有啊，那洞房破破烂烂，但置办的家私器皿却很值钱。若是新娘子真的被妖怪吃了，为何她的头面还好好的放在桌上？墙上、地上都是血迹，为何只有那一床锦缎的被子干干净净？那些值钱的物件都是新娘子的嫁妆，除了明面上摆着的，他们肯定也给了别的。把这些嫁妆换成银子，够他们一家改名换姓，重新换个地方生活的了。你也听说了，新郎在几年前也娶过亲，新娘也失踪了，作案老手罢了。你说你从未出过宫门，可为何会对这些世俗的龌龊手段如此懂悉？反倒像是在市井中活了很久的样子。我书读得多，人心世道书里都有写。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娘子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说的或许都对，只是漏了一点。那洞房里真的有药，而且不止一只。
我怎么没看见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真相或许另有眼睛。我们打个赌啊！我去找医馆命案的真凶，你去找那个新娘子的下落，比比谁快。赌什么？赢的让输的做一件事情，输的不可拒绝。好，拉钩。100年前的红叶胜负欲这么强的吗？哼，有趣。张大夫，您家中有事，今日就闭馆休息吧。这都是小毛病。夫人在天有灵，也一定希望我能好好的给大家看病，不要沉溺于悲痛之中。那好，药方。张大夫，您和夫人都是大大的好人，尊夫人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佑您的。谢谢，您慢走。下一位。这位公子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胸闷？那是胸口疼？公子啊，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良心，良心不见了。这位公子，不要消遣在下，那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呢。你岳父进来可好？公子和他老人家相熟啊？完全不认识。公子无病，就不要戏耍在下了。亲手将自己恩公的女儿送去见阎王，良心究竟去了哪里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从一个2把刀的江湖郎中做到现在城中最大的医馆，全靠你那富商岳父支持。如今，你和别的女人偷情被你夫人发现，你生怕你夫人告诉他父亲，你便利用你的仆人老六，你给他熬补药，说是要强身健体，实则让他失眠加重，让人兴奋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你非常清楚，一个人几天不睡觉，很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于是你便和你夫人大吵一架之后，把他和精神崩溃的老六关在了一起。这个便是你给老六开的药方。你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！哼，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非要我把证据一样一样摆出来吗？你说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驼背佝偻，身上有陈年旧疾，一激动就咳嗽，这都是早年落下的病根儿，说明你出身贫寒，连小病都治不起。还有你那手绢，一看就是女人用的，上边还有胭脂的痕迹，不过是新的。这说明和你偷情的那个女人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3个月左右，现在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和顾虑了。她已经可以在你这儿留下一些提己物件了。提到你岳父，你紧握拳头，说明你愤怒；你挑眉，说明你警惕和惧怕。但是你对你妻子过世没有一丝丝的心痛。那床褥很松软，一看就是天天住在这里，跟你夫人应该分居很久了。
这桌子、这椅子上的砸痕还很新，为何？他还在，但是已经变黑了。你做下的恶，却要嫁祸给妖族。今日我便要还你夫人、老六、妖族一个公道。他夫人如果能同意丈夫纳妾，是不是就不会去死？纳不了，他偷情的女人是他岳父的小妾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医生给老六开的药方，你是如何寻到的？他这叫做贼心虚，一乍就认。你当真没出过宫门？当真？处事老了，深谙人情世故，对付恶人手段丰富，倒像是个棍徒。天赋，这叫天赋。你输了，你得依我一件事。你怎知我输了呢？你寻到新娘子了？自然是寻到了，不然为何会来找你？她在哪儿啊？你快带我去见她。姑娘，这是那失踪的新娘，你蒙我的吧？禀告公子，我乳名小翠，自小便想离家去修仙，不愿理世间俗物，更不愿被婚姻琐事羁绊。可无奈家人不允，这才找到老金一家安排了这样一出戏。他们留下嫁妆，我换得了自由身，我们各得其所，没有伤害任何人。还请你们二位替我保守秘密，放条生路。姑娘，你父母生你养你一辈子，于他们而言，你现在生死未卜，他们的余生都要在痛苦和遗憾中度过，这岂不是比不告而别更伤他们的心吗？我父母只喜欢儿子，并不在意我。若我父母如老金对待小金那般，或许我就不会日日想着出家了。我不去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！不要，不想走！万真，不走了！快点走啊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也不都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！我走就来不及了，快！由不得你了，快走！救命！别把人招来！嫁妆细软都已到手，为何还不走？我也不都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！你说你怕妖，那你又是什么？我还能是什么？我自然是人。是吗？妖叔，你们在骗我！你们在骗我！妖叔！别再骗自己了。
我儿不怕啊。你们一家都是镜花术？二位可是捉妖的仙家？我们一家于人世间行走，并未伤害人性命。求二位仙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我乃万妖之王红叶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天，所以我便已看出你们的原形。但见令郎神志不清，甚至分不清自己是人是妖，他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？还有，你们不在林中好生修炼，却混迹到人族，招摇撞骗，苟且度日，所为何事？妖王容禀，本来我们一家3口是如您所说，在山中安心修行。10年前，我们夫妇2人出外觅食归来，发现我们的家园被人族入侵，他们毁山伐木，可怜我们灵力低微，无法与之抗衡。不光家园被毁，连我儿也便寻不见。但我们坚信，我儿他一定尚在人世。于是，我们便化作人形，来到人族的领地，寻找我儿。辗转多年，总算有了点眉目。原来我儿竟是被一富户买去，那小少爷将我儿当作宠物圈养了起来。我们也想救孩儿，可是他们院墙上贴了驱妖的符咒，我们进不去。于是我们便只好在附近等待时机。3年前，那户人家搬走了，我们才进得院中，寻到我儿。可是直到这时，我儿他已失了神智，不但不认爹娘，还将那富户一家当作亲人，每日哭哭啼啼，要去寻亲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可我儿始终不相信自个儿是妖啊，一定要去找那户人家。我们也是没办法了，就吓唬他，说他人间的爹娘被我们吃了，如果他不听话，就把他也给吃了。我儿浑浑噩噩的留恋人间，不肯回山野去。可在人族的地盘是需要银子的，我们夫妇带着他很是艰难啊。前2年有户人家相中了我儿，非要把姑娘嫁给他，可结了亲才知道那姑娘有意冲人了，他爹娘不同意，就只能拿我儿棒打鸳鸯。我们也是成人之美，就让那姑娘和意中人私奔了，回手给了亲家一件血衣，就说那姑娘进山采药，被妖吃了。那姑娘为了感谢我们，就把嫁妆留下了。所以当你们再缺银子的时候，你们就再替你们儿子寻一门亲事。我们只求财，不害命。那小翠本是大户家中小妾所出，从小备受家中人欺负，她早就想离家自谋生路。我们求财，她求个自由。生而为妖，却把罪责全都栽赃在妖身上。这人族的无头案大多都怪在妖身上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你怎么不学点好啊？那你们往后打算怎么办？本来我们一家3口在山中修行，逍遥自在，只恨那人族入侵，毁了我们的家园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。现在家不成家，非人非妖，每天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，生怕被人族发现我们是妖族。我们2个老的性命倒不算什么，只恐有一日我们去了，留下我儿在这世间，难以为活呀。谢谢。看来还是要早日解开他的心结才好啊。可我儿执念太深，要如何化解呀？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？
带我们去看看。妖王，这就是徐府了。阿泰，我回来了！阿泰，阿泰，阿泰，阿泰！小金，得着了吧？今天我爹罚我禁食1天，连带着你也没了吃食。这是我从餐桌下捡来的米粒，我们2个只有1个能吃饱，都给你吧。今天，刘员外带着他家新买的鸟儿来向爹爹炫耀，说那鸟儿能说人言，是花10两金子买来的，全天圣国只有那么1只。我说，能说人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家小金一样可以。爹就扇了我1个耳光，说我吹牛，还罚我饿1天，长长记性。小金，你要争口气，也学说人话，好好煞煞刘员外那鸟儿的威风。小金，小金，吃一个糖炒栗子。小金，我告诉你，这糖炒栗子是人间第1等美味，是老师给我的分数打了上等，娘家肯给我买的。
我们俩是兄弟，以后有我一口，便有你一口，从今往后都是这样。再给你吃一个。我爹天天打我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就一起逃出这个家，从此天涯海角，就我们俩兄弟结伴同游，可好？你答应了，我就知道，纵使世人都抛弃我，我也有你这个兄弟。阿泰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还在墙上干什么？阿泰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的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都结伴同游的吗？药王，您看，这聋子他还记得，可偏不知道自己是只金花鼠了。恐怕要找到他当初的玩伴。可是已经人去屋空3年了，这上哪里去找嘛？这个不难，我有办法。等着。老板，您这店开多久了呀？这店啊，从我爷爷手里传到我爹，再传到我这里，已经3代了。哦，那就是说这个镇上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喽？那是自然。我想打听个事儿，对面这宅院，它的主人去了何处啊？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我们看宅院空着，想盘下来做客栈，到时候少不了照顾您家生意。哦，好。这宅子的主人姓徐，原本是登州府的府尹，因受官场牵连，被贬到此处，委屈了几年，又被复职回登州去了。您若是要寻他，去登州打听徐老爷府邸一问便知。多谢。走，去登州。我严重怀疑你说没出过宫门，是在骗我。我骗你做什么？本宫还有好多能耐呢。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里面请。恭喜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。福伯，福伯，真的是你啊！我可终于找到你们了。阿泰在吗？老夫眼拙，公子贵姓啊？我是小金啊，你好好看看，小金。金，您不记得我了？福伯，我要找阿泰，我寻了他3年，他在里面吗？哎，公子公子公子，哎，稍等稍等，哎，小五啊，哎，你来关照一下，哎，公子，稍等稍等。少爷，有位公子找你。谁啊？他倒是叫得出我的名字，还说是少爷你以前的故友，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哎，就是这位公子。阿泰，阿泰，阿泰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好想你啊，好想你。
公子，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我，小金啊！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们之前天天在一起的，我们一起吃糖炒栗子，还一起爬树。有一回你从树上掉下来，躺了好几天。还有一回，你拉着我要离家出走，说无论天涯海角，都结伴同游的。这位公子，我不知你是从哪儿打听到的我的这些童年旧事，但家父管教甚严，我从小在府里独自长大，从未去过私塾，没有玩伴，跟我故人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公子可以留下来，一起吃杯喜酒，沾沾喜气。福伯，哎，招呼客人。是。哎，公子，哎，留下来喝杯酒啊，喝杯酒。见了面，体会到了人族的冷酷自私，他的执念自会化解，也就回来了。对人就这么没信心？不妨我们再赌一次试试。上一局你赌输了，赌注还没付呢。明明是我先找到新娘的，最多也就是个平手。好，那我们再赌一次。那我们这次就赌，真情不会被辜负。赌注呢？照旧。回来了。是。见着了，见着了就好，也算了了你的念想。以后啊，跟爹娘回家好好过日子啊，走吧。什么兄弟朋友，都只是随便说说。在人族眼里，我就是一个打发无聊时间的宠物罢了。过去了，别再想了，走吧。走。来，慢点啊。拉着我要离家出走，说无论天涯海角，都结伴同游的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就一起逃出这个家，从此天涯海角，就我们俩兄弟
结伴同游，可好？小青。 小金，你父母为了你，日日提心吊胆，这10余年都隐藏在人族中，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。若不是他们尽全力护着你，你怎能活到今日？这10几年的守护，难道不值得你道一声谢谢吗？爹，娘，为难你们了，谢谢。 好了，不说这些见外的啊。爹娘护着你，那不都是应该的吗？你有这么好的爹娘呵护，得好好珍惜。往后，公主也一样会被好好呵护的。 被谁呵护啊？谁呀？在哪儿啊？若是真的有靠山可以呵护我，那我可就要不知好歹了。到时候靠山可别后悔。即使靠山，便容得下，也做得到。小金，小金。 小金，小金，小金，小金！小金！哎，跟上少爷！哎，等等，少爷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没忘，小金，我一直都记得你。 小金，谢谢你陪伴我度过少年的时光。回家那天，我打开龙门要放你走，我无论怎么撵你，你都不愿离去。我爹不让我带着你，我只好在笼子里铺满了坚果和栗子。 希望你吃完了，就能自己出去觅食。可是我没想到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找我。小金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天涯海角，我愿意与你结伴同游。 无论天涯海角，我都不会忘了你。他们的结局早已注定，人间妖界各自安好，便已是最好的归宿。那这局算谁赢？你赢。说吧，想要我做什么？我现下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慢慢想。小金，
可还有牵挂？心愿已了，此生只愿侍奉父母。既如此，送你们去万妖谷可好？万妖谷，传说中的万妖谷，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吗？去了便知。这里的山川湖泊都有结界保护，人族是找寻不到的。各地的妖族也都聚集于此，彼此相安无事。你们可以找寻仙境的地方，自行修炼。若有需要，就来幽灵洞找我。多谢妖王。